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7月17日。大家知道啦，美國嘅前任總統咧，川普，台灣叫川普，咁啊中國同埋香港咧就叫做特朗普。咁咧就係槍擊案啊，咁啊發生咗槍擊案，佢嘅民望就大增喎。咁啊佢明年入主白宮嘅機會率咧都係好高嘅。咁啊但係咧大家就好擔心啦，因為咧佢係與北京人誓不休噶嘛。佢就話咧，如果佢上台24小時內咧就會打電話俾普京同澤連斯基，咁然後就會結束呢場俄烏戰爭噶啦。咁啊結束俄烏戰爭咧，咁當然個方法就好簡單啦。其實佢多次公開講過啦，就話要停止資助呢個嘅烏克蘭同埋澤連斯基，咁啊冇彈藥啦，咁當然就要停止戰爭啦，投降啦，就承認呢個嘅烏克蘭東部嗰個事實。咁所以呢個就係佢一啲一貫嘅講法啦。咁當然佢講嘅嘢都好多嘅，譬如話佢最近呢，就原來咧喺6月份嘅時候就接受咗彭博嘅一個訪問。咁啊，彭博訪問裏邊就提到乜嘢咧？就提到關於台灣嘅問題喎。佢就話咧，台灣啊係應該要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喎。咁呢個真係與北京人誓不休啦。佢經濟上佢就話啦，美國要奉行低利率同埋低稅負，咁啊減稅啦，好多人當然都歡迎嘅。咁但係低利率嘅話咧，美元可能就會轉弱勢啊。呢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如果佢上台嗰個即係美元啊、港元啊，亦都係掛鈎噶嘛，咁所以可能咧呢個就要分散風險啦。佢就話咧，呢個將生意帶翻嚟佢嘅國家，因為佢一直主張係本土主義噶嘛，美國優先噶嘛，咁所以佢對於咧而家台灣咧搶咗好多佢哋嘅晶片生意，差唔多100% 嘅晶片生意喺晒台灣度。咁但係事實咧應該係90% 嘅晶片生意就嚟自即係台灣啦。或者係台積電喺美國有開工廠，咁呢個都係同台灣有關係嘅。佢話咧，佢唔認為咁樣做係有用喎，因為佢哋超級有錢啊嘛。如果要保護一個咧喺遠在萬里以外嘅島嶼，應該就要佢哋付保護費。台灣係超級有錢嘅。佢講咗呢番説話，咁呢兩日咧彭博社就報導咗出嚟。咁當然台灣島內就好震盪啦，因為咧執政黨民進黨佢哋啲人咧重申咗同美國嘅關係係良好嘅。咁但係咧台灣咧啱啱個大選咧，其實就係呢個嘅藍白啊有壓倒性嘅優勢啊。藍白有壓倒性嘅優勢喺立法院裏邊都係啦。咁所以咧好彩就係特朗普講呢番説話就係大選後，如果係大選前講咧，好可能咧就係令到呢個綠營係會輸掉選舉啊。因為台灣島內咧一直有一種聲音就不滿美國人，認為美國人係揾台灣着數，每年咧要求咧台灣向美國支付大量嘅費用去購買一過期嘅軍備。咁所以係完全冇必要嘅。如果將嗰啲錢咧使嚟教育啊、經濟啊、醫療啊，台灣人會過得更好。嗱，藍營嗰啲人咧，我成日搭的士咧，啲的士司機都係咁樣講嘅，好流行嘅。我今日要做個事實核查，話俾大家知咧，話俾台灣人知呢種講法咧係一個不合理嘅講法嚟。點解咧？因為咧，你知道啦，喺1949年以後，台灣同埋中國大陸咧就成為一種戰時嘅狀態，金門炮戰咧經常打嚟打去㗎。但係點解一直係冇吞併到台灣呢？中國大陸未能夠所謂嘅武力統一，就係因為有一條嘅法例就叫做呢個中美防衛條約。呢個中美防衛條約咧就係所謂中華民國啦，美係美國，佢哋有互相保護嘅責任㗎。咁當然係唔包括金門啊啲外島嘅，所以咧金門炮戰咧就冇喎，係主要講保護台灣本島嘅。咁一直冇打過嚟澎湖同埋台灣本島，就係因為呢個中美防衛條約。後來咧1979年北京同埋華盛頓建交，然後咧美國嘅國會馬上通過咗台灣關係法，定明咧美國係可以向台售武。雖然佢同北京建立咗外交關係，半夜就係宋楚瑜接到消息，然後咧叫醒咗蔣經國，同蔣經國講咗呢件事。咁蔣經國咧就話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啊。咁但係冇咗美國呢個嘅盟友，咁但係咧仍然維持一個台灣關係法，就喺軍事上咧係售賣軍備去保護。咁呢個售賣軍備保護咧就構成咗每一年咧就要向美國支付大量嘅費用去買軍備啦、買子彈啦、買一啲過期嘅武器啦。台灣人所講。咁但係如果唔買呢啲武器，單憑台灣係咪可以保護到自己呢？國軍？咁呢個事實上咧，我哋睇一睇個全球嘅軍費咧，你就知道全球嘅軍費最犀利，每一年咧係8115億嘅美國。咁其次第二位咧就係接近3000億、2980億嘅中國。咁中國同美國咧嗰個費用咧，其實雖然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啊，但係因為中國嘅軍人平啊嘛，咁所以咧實際上咧
你話解放軍嗰啲人嘅安家費啊，或者佢哋嘅人工啊，都係遠不如美國㗎。所以你拉翻勻埋呢個物價咧，其實可能係差唔多嘅。而印度係排第三啦，800幾億。咁啊嗱，由此可見啦，呢個根據 GDP 嘅比例嚟講咧，中國嘅軍費只係佔 GDP 1.7至2%，就比台灣2.5係低嘅。咁但係咧，佢已經係有壓倒性啦，成3000億㗎啦嚇。咁啊，然後後邊咧就係沙特阿拉伯、俄羅斯700億左右，英國都係700億㗎。所以咧，有啲人話英國經濟唔好，如果英國願意攞700億裏邊嘅一半啊，350億係愛嚟搞呢個嘅經濟或者搞 NHS 同埋呢個教育咧，基本上完全解決到㗎啦嚇。英國如果減少軍費，咁但係當然如果英國減少軍費咧，咁啊好可能未必保護到自己，佢又脫咗歐啊嘛啊！如果佢喺歐盟裏邊嘅，咁你保護自己嗰個能力係強一啲，有歐盟嘅軍隊，咁但係英國係北約嚟喎，咁所以佢呢幾百億咧都有部分係支付北約嘅，咁所以啦後邊啦就係法國同德國，但係都比英國低，法國同德國係500億左右，所以英國如果佢喺歐盟裏邊，亦都係北約嘅成員咧，如果佢使500億咧，起碼可以慳翻200億出嚟，係愛嚟搞 NHS 同埋搞呢個嘅醫療教育嘅。咁所以呢個英國脫歐咧，當然係要付出一定嘅代價啦。然後後邊咧就係日本同埋韓國啦，但係維持都係400-500億美元左右嘅軍費。咁呢個都係一個相當高嘅比例啊。咁但係咧，你從呢個圖表你就睇到啦，台灣啦，如果要投資一啲嘅軍備去對抗中國，人哋使3000億，你起碼都要使翻1000幾億美元先得㗎喎。否則你不能自保喎。咁但係台灣有冇可能使到1000幾億嘅美元呢？當然冇可能啦。台灣而家軍費咧係高。但係咧，比起1000幾億美元咧，仲係爭一個極大嘅距離。而家台灣軍費係幾多錢啊？原來咧，去到蔡英文時期係6000億新台幣啊！喂，6000億新台幣好少錢嘅啫喎，比起中國使成3000億美元台幣嚟嘅啫喎，佢係即係燈尾都望唔到啊！你喺陳水扁嘅時期咧，當然啦，以前通脹係低，都係3000億到，20年都係升1倍嘅喎，其實係。咁啊，馬英九嘅時期咧，都係3800幾億嘅。咁啊，所以其實你話升得高，第一就係通脹啦，第二咧亦都係有實際嘅需要，因為而家嗰個關係咧喺蔡英文時期係劍拔弩張，係大幅上升嘅。最近呢4年，最近呢一屆係大幅上升嘅。以前咧陳水扁同馬英九嘅時期咧，佢嘅升幅咧都係緩慢嘅，有時就會下跌添。咁但係去到呢個蔡英文時期，好明顯啦係急線。直線上升，咁但係呢個直線上升咧，係問美國購買軍備啫，同埋自己國軍嘅一啲嘅費用都會上升嘅，隨住通脹啊，人工都會略加啦。咁但係嗰個事實就係美國一直透過台灣關係法賣武器俾台灣，台灣人好不滿，認為呢啲過期嘅武器唔買先進武器俾你。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嚟，重點係乜嘢啊？重點就係因為佢有台灣關係法，所以咧北京咧一直係冇所謂嘅急統台灣，佢唔係考慮台灣嘅軍費，因為你只係6000億新台幣啊嘛，你係6000億美元佢打你唔到啦，你又冇核武係咪啊？咁你唔好話6000億美元啦，你使翻1000億美元咧，對方如果打你咧都有沉重嘅代價，但係你得6000億新台幣嘅話咧，喺軍事上咧其實你好難令到對方有付出沉重嘅代價。當然你就話可以打翻啲導彈嚟香港或者係上海，甚至乎係呢個嘅南京，咁但係好似毛澤東喺李志綏醫生回憶錄裏邊記載，佢就話如果美國人打個原子彈嚟死幾百萬人，令中國人團結啲，何樂而不為啊？即係中國咧缺的就係最不缺嘅就係人啊嘛。你話呢個沉重代價，你話如果打到中南海，打到北京，咁對方可能會擔心嘅。但係你打呢啲沿海城市咧，對方覺得可能會更加團結喎，多難興邦，因憂啟姓名喎。咁所以由此可見啦，台灣呢個軍費不能夠令到對方唔武力統一你，過去唔會武力統一你，係完全因為基於國內嘅政治考慮，就係因為主要發展經濟嘛。如果一旦同台灣有武力上嘅衝突，可能就會影響到經濟嘅發展，令到西方制裁，好似8964事件咁樣，甚至乎咧，因為而家台灣咧嗰個晶片業咧係咁厲害，呢個係一個救命符嚟嘅，係一個保命嘅稻草嚟。咁所以咧，西方一旦擔心咧啲晶片業咧完全落入中國之手，咁以後就要仰仗住中國做人噶啦，所以佢哋咧就會有保護台灣之心，
有冇保護台灣之力呢？呢個就好難講，但係起碼有保護台灣之心。所以咧，雙方咧就基於呢個平衡嘅博弈 check and balance， 就唔會有進一步嘅活動啊嘛嚇。而家北京不斷咁派啲飛機去喺上空飛嚟飛去，都係一種試探性質。就因為擔心西方，尤其是以美國為首嘅西方有動作，所以唔去有大手嘅活動啊嘛。咁所以建基於呢一個叫共識，呢個係雙方三方默契嘅共識，台灣先能夠賴以為生，而唔係透過賣嗰啲軍備，賣幾多錢軍備都追唔到上去，抵抗到中國大陸嚇，除非你有核武。但係可惜啊，即係80-90年代就係發展核武，偷偷地秘密地發展核武不成啊嘛。當然啦，啲人又話因為美國阻攔發展唔到核武，呢個係事實。而美國點解要阻攔啊？就係要維持呢個 check and balance 呢個勢力平衡。如果一旦台灣又有核武，咁可能咧，雙方有核武，大陸有核武，台灣有核武，擦槍走火，整個東亞嘅平衡會陷入泥沼啊！可能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喎。如果大家都有軍事衝突嘅時期，嗰個災難可以係無限大嘅。但係特朗普、川普咁樣講咧，就係當然啦。第一就係幫咗呢個嘅藍營藍白喺島內咧有更大話語權，令到台灣人咧有啲人咧更討厭美國，呢個係事實啦。第二咧，對國際上咧亦都感覺到係心寒喎。佢公開要求人哋俾保護費，咁但係換算另外一個角度，如果公開俾保護費，亦真係俾咗保護費嘅嗱，以前嗰啲咧就叫做買軍費。實際係保護費，但係名義上都係軍費開支嚟噶嘛。如果真係有一日要係俾保護費嘅，好似韓國或者係日本沖繩咁樣，有美國駐軍嘅。而家日本咧就有55,000名美軍駐日嘅。咁而佢哋係俾咗幾多錢？係一兆嘅日元，換算翻新台幣係約二千億新台幣。2000億新台幣咧，喂！如果台灣係加多2000億，佢而家6000億，再加多2000億都係使8000億，都唔達 GDP 嘅3%喎。其實係抵嘅喎，有啲台灣人即刻講啦，話早講啊，你收保護費就派軍嚟啦，我俾多2000億你，有咩問題啊？咁啊，如果係咁咧，就正式建立咗呢個嘅美台防衛啦，就好似當年咧中美防衛條約，當年咧你去台灣圓山大飯店都見到佢哋有極多嘅最高級，包括艾森豪威爾啊，包括呢個嘅甘迺迪啊，或者係尼克遜啊，詹森啊，呢啲人咧。係喺台灣上面有活動喎，同蔣介石有活動喎，官方嘅活動，甚至乎咧呢個嘅美軍喺台灣有長期嘅活動喎。咁如果有一日咧，特朗普真係上台，真係接受台灣付保護費啦，咁台灣綠營嘅人咧當然係非常之開心啦。而對呢個嘅台灣嘅保衛咧，唔係好似特朗普所講係好蝕底啊嘛嚇。特朗普就覺得我哋生意俾人搶走晒啦，仲要保護人哋啊。咁因為台灣只能夠維持國際嘅勢力平衡，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通道。因為台灣海峽同埋南海，如果唔係一個自由航行嘅地方，好似中國咁講11段線、10段線、9段線係咁嘅地方嘅話咧，就好大件事嘅。因為咧整個東亞嘅秩序，包括韓國同日本、關島、沖繩以及夏威夷、檀香山啊，即係佢哋嘅貨物來往就要經過台灣海峽，或者要經過呢個嘅南海。如果咧呢啲完完全全係中國實際控制嘅地方，中國聲稱佢哋係自古以嚟控制啊，但係到今天仍然係公海嚟噶嘛。如果佢哋係一個實際控制嘅地方，咁即係日本、韓國、沖繩關島以後咧就要仰仗住中國去做人噶咯。美國會徹底失去整個東亞，所以點解話呢個嘅第一島鏈係咁重要？個原因就係咁解嘛，一定要維持整個南海以及台海、菲律賓海峽嗰個勢力平衡啊嘛，一定係要公海。美國喺遠東先能夠有活動啊嘛。當年美國就係因為2次世界大戰打敗咗日本，建立咗喺太平洋上面嘅軍事實力，解放咗中國人民，所以就係建立咗呢個嘅美國共識、華盛頓共識出嚟啊嘛。咁所以特朗普就話要保護台灣係好蝕底。咁但係雙方其實係各得其所嘅喎，台灣人可以生活咗幾十年可以維持佢哋而家嘅生活，美國人亦都可以維持到佢哋喺東亞嘅影響力。否則嘅話，美國咪就係縮回本土咯，好似2次世界大戰前光榮孤立咁樣咯，縮回翻自己嘅本土咯，好似英國、美國咁樣係咪啊？咁
美國就唔係今天嘅美國咯，美國嘅美元強勢又不能維持咯，咁所以雙方各得其所嘅。咁當然特朗普即係語不驚人誓不休，佢講嘅説話好多啊。佢在任嗰4年咧，同越南、同日本、印度、菲律賓關係搞到非常之緊張，因為對佢哋開徵貿易戰嘅新稅對呢個加拿大、墨西哥要重新談判喎，因為美國優先嘛。對歐洲亦都係開徵呢個貿易壁壘，咁所以令到所有傳統盟友咧對佢非常之痛恨。呢個係特朗普嗰個特點啦。有啲人好中意佢啦但係即係佢對整個世界秩序咧就有一個即係希望重寫呢個世界秩序，寫回呢個美國優先保護主義。最後喺佢落台前，對於美國嘅大選亦都係啦。經過數百場嘅官司爭議，當日佢哋陣營啦朱利安尼同埋佢提出嘅一啲選舉無效選舉舞弊嘅指控都冇辦法證實無數嘅大學學者 FBI 去查證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呢個 Deep State 深層政府，咁當然你永遠都可以咁樣訴諸去討論嘅。咁但係如果佢上台嘅話呢，如果真係好似佢所講會結束俄烏戰爭，用咁嘅方式結束俄烏戰爭，同埋對台灣徵收實際嘅保護費，我相信就唔會嘅，因為要駐台美軍，呢個好可能會觸動北京嘅神經，令到中美關係呢係直接推上去戰爭嘅邊緣。呢個我相信唔會，但係你話加大要台灣購買軍備咧，呢個無可避免嘅，似乎係。咁而就算台灣由6000億新台幣加到去8000億、1萬億，都係保護唔到自己喎。8000億、1萬億嘅新台幣，因為中國大陸係使緊3000億啊嘛，而中國大陸佢平好多啊嘛，啲嘢係佢國產啊嘛，肯定係平好多。咁所以呢個都係難免嘅，除非你真係可以實現到原子彈。有機會我同大家討論一下，點解當年係會錯失咗發展原子彈呢個歷史故事啦，好嘛？大家有興趣可以話俾我聽。咁今日嘅影片咧係由我呢幾年最常用嘅 VPN NordVPN 贊助嘅，因為我而家咧手機或者電腦 iPad 全部係裝晒 NordVPN 嘅，去唔同嘅地方，尤其是一出街用到 WiFi， 一定係用 NordVPN。咁呢條影片由 NordVPN 贊助，後邊嘅廣告請大家睇埋，多謝大家支持，拜拜。咁21世紀咧，可以話係一個人工智能嘅年代啊！人工智能咧喺2023年開始係顛覆咗我哋嘅生活噶。我而家每一日咧都會用人工智能嘅系統幫我咧係復信啦、寫 email 啦，或者係咧組織一啲嘅文章組織一啲嘅觀點，亦都係檢查自己嘅邏輯嗱。即係咧，如果有啲嘅國家、有啲嘅地區咧係唔俾人用一啲歐美流行嘅人工智能系統咧，呢一個國家呢個地區咧必然係會落後於人嘅。或者佢哋自己嘅人工智能系統係一個封閉嘅人工智能系統，回答嘅問題咧係要避重就輕嘅。咁嗰啲人咧慢慢累積落嚟嘅知識咧就一定會被拋離。咁所以如果你係身處嗰啲國家嗰啲地區嘅，你可能咧真係要翻牆用 VPN。我自己咧，你過去2年幾咧一直都要用 VPN 嘅。咁用 VPN 咧，除咗喺公共場合你嘅手機或者你嘅電腦咧係用 WiFi 咧，佢會保護自己嘅身份唔好咁容易俾黑客攻擊之外咧，喺屋企咧。亦都會用 VPN 咧，方便自己用唔同國家嘅一啲嘅搜尋器軟件。譬如話，我想揾美國嘅新聞，用美國嘅 VPN 咧，係會容易揾好多嘅。個大數據顯示出嚟咧，就會方便好多。咁所以咧，而家用 VPN 咧，亦都係無可避免嘅一個趨勢嚟嘅。我自己同 NordVPN 咧合作咗2年幾嘅時間，一直都用緊佢。我覺得咧嗰個速度或者係收費各方面都係合理嘅。而家咧，如果你根據我嘅連結訂購嘅話咧，係超過2年嘅 plan， 佢就會額外送咗4個月嘅 VPN 使用俾你。咁仲有30日咧係無償退款保證，即係如果你用到覺得唔啱嘅，你就可以退款啦。咁所以我自己唔用嘅嘢咧，我都唔會介紹俾人嘅。呢個我自己用咗2年幾，我覺得 OK 嘅。如果你哋覺得有興趣嘅，喺以下嘅連結撳入去，咁咧你就可以獲得呢個嘅 VPN 嘅優惠啦。咁自己衡量斟酌一下有冇自己需要啦。OK。